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秘密花园系列花翎毛衣的制作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件衣服分为下摆、衣身、袖子、门襟和领子这几部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钩织时需要将针宝纱拆一股，与对应线材合并钩织。小样全部使用一根线演示，实际大家注意不要漏掉针宝纱。针宝纱拆一股的方法，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我演示一下针宝纱的取线方法。可以看到，针宝纱是这样织好的一束线，找到线头编织的任意位置，剪断。轻轻抖掉碎线头，断口形成这样一个线头和几个线圈，轻轻拉动线头，注意将线头从线圈中挑出，线圈松开，一定要轻轻拉动。如果拉开几针后发现线头位置打结，则将打结部位线头解开，或者重新选附近的编织部分剪断。重复之前的步骤。直到拉动线头时，所有的线圈逐一松开为止。接着，将拆出来的一股针宝纱和另一种线材合并为一组进行钩织。后面提到的一根线，实际就指这样的一组线。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先学习下摆，由多个划片 A 和钩边组成。这里划片 A 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只有第一个划片 A 是完整的划片，其余划片 A 都是在最后一圈与前一个划片边钩边连接，形成一个圆环。最后在侧边钩边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引拔针、短针和长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线钩第一个划片 A， 取出对应线材，小样颜色随机，只用一根线演示。实际大家注意对照图纸取线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及制图解。开始起针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钩10针锁针，接着在第一针锁针上挑外侧半针，钩一针引拔针，
注意锁针正面对着自己，不要扭转。拉紧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起针的线圈里钩15针短针，起针的线头可以收进去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上，也就是最开始的这个辫子，挑锁针的2根线引拔，结尾连接的引拔针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我们将纹理七次这一面作为正面，没有收完的线头剪断。继续钩第2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下方的起立针，然后挑短针针目，对应钩2针短针。10针锁针，接着在下方同一针目钩1针短针，继续挑针目，对应钩3针短针。然后在同一针目钩1针短针，10针锁针，和1针短针。我们将这3针短针和同一针目里钩着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再钩2组。最后一个针目再钩1针短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第2圈完成。接着钩第3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左侧锁针洞眼里钩对应数量的长针。完成后，在下方这5针短针的中间一针上钩1针短针，往下继续交替钩织长针和短针。最后一个锁针洞眼的长针钩完后，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第3圈完成，最后钩第4圈，在上一圈长针针目对应钩4针短针，左侧针目钩1针短针，3针锁针和1针短针。
我们将同一位置钩织的针法当做一个锁针花样，继续对应钩3针短针，钩一个锁针花样，继续钩3针短针，一个锁针花样，往下钩4针短针，左侧短针上钩针引拔针，可以稍微拉紧。我们将已经钩织的部分当做一组，后面继续重复3组。最后一组结尾的引拔针，可以钩在上一圈引拔针的辫子上。然后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，线头顺着反面的往里收好。这样第一个花片 A 就完成了。这里为了后面方便讲解，我们将4个角位置的锁针花样当做花片的角，角之间当做边，可以测量一下花片的尺寸，与图纸 K 柱的尺寸比对一下，如果相差较大，可以调成手松紧重新钩织，以免影响成品尺寸。剩余的花片 A 前面的圈数与第一个花片 A 相同，最后一圈需要在边和角的锁针花样位置与第一个花片 A 右侧进行连接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连接方法。这里我沿详案演示，开始正常钩最后一圈，对照图纸钩到连接的角位置前，想让这里连接位置随机，具体连接位置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，将花片 A 与第一个花片 A 反面相对，将角的3针锁针的中间一针锁针换成短针进行连接，先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，然后穿入第一个花片 A 对应的角的锁针花样洞眼里，钩一针短针，继续钩一针锁针，返回当前花片，完成锁针花样。这样2个角就连接起来了。后面锁针花样位置的连接都按照这种方法进行。接着连接这一条边，先正常钩短针，到了锁针花样位置，同样将中间一针锁针换成短针，与第一个花片 A 对应的锁针花样位置连接，
方法同之前相同。继续往下勾。到了下一个锁针花样位置，继续连接。然后勾3针短针。到了脚位置，继续与对应的脚连接起来。完成后看一下，对应的2个脚位置连接，边的位置在锁针花样位置，也在对应的锁针花样动眼连接起来，一共连接了4次。后面侧边位置连接都按照这种方法进行，继续正常勾完这一圈。最后断线藏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第2个花片 I 的钩织与连接就讲解完了。后面的花片按照第2个花片 A 的方法钩织，并在前一个花片 A 右侧连接，方法相同。注意最后一个花片 A 在与前一个花片连接的同时，右侧需要与第1个花片左侧这2个角和边上锁针花样位置进行连接，方法相同。完成后，花片形成这样的圆环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将其与花片 A 钩织并连接完成。到这里，花片 A 就勾好了。最后，在连接好的花片上勾边，这里我有小样演示，花片正面朝外，在其一侧找到任意2个花片交界处，穿入左侧角的洞眼里接线。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这里不算1针，同一位置再勾2针短针，线头一起收进去。接着在下方短针上对应勾5针短针，左侧锁针花样洞眼里勾1针短针，接着勾锁针，这里大码勾4针锁针，小码勾3针锁针，注意不要勾错。小样这里勾4针，在左侧锁针花样洞眼里勾1针短针，针目对应勾5针短针，左侧角的洞眼里勾2针短针。这样一个花片上就钩织完成了。大码其余花片位置都按照这种方法钩织短针和锁针。
小码没有标注的位置，在花片上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。特殊标注位置在左侧这个角的洞眼里，只需要钩一针短针。大家注意对照图纸钩织。往下按照各自尺码的方法继续钩完所有花片。想让这里针数随机。最后在开始的短针针目上印拔结束。这样钩边就完成了，下摆也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衣身分为身体、后胸片、左胸片和右胸片。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先钩织身体，在下摆上往返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接着下摆的线钩第一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算作一支长针，下方引拔入针位置再钩一针长针。完成一针特殊的长针加针，接着跳过一针，在下一针上钩一针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针长针。长针加针完成，继续按照跳过一针钩长针加针的方法往下钩。遇到锁针位置，同样对应钩织，调锁针上方的2根线进行钩织。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挑最上方锁针的2根线，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就完成了，可以核对一下针数。接着钩第2圈，这一圈在反面钩织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对应下方的缝隙处，翻面，在下方洞眼里钩一针长针，然后往左，在2针长针加针的中间间隔处钩一针长针加针。往下继续挑加针之间的间隔，对应钩长针加针，钩完这一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引拔结束。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。这一圈在正面钩织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对下方缝隙处翻面，在同一位置钩针长针，然后按照第
第2圈的钩法钩织。最后引拔结束。第3圈完成，后面的圈数就按照第2到3圈的钩法往返绕圈钩织。在钩完第5圈后，可以测量一下身体的高度，与图纸给出的尺寸比对一下，如果相差较大，需要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，以免影响成品尺寸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剩余的圈数钩完。到这里，身体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钩织后胸片，在后胸片部分往返钩织。最后几行还需要形成领窝，两侧形成斜肩。用到的新针法是中长针加针和长针减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第1行，开始先确定后片位置，沿着线头位置对折，线头下方洞眼里扣结钩标记。在另一端，两针长针加针之间的缝隙处扣记扣标记，可以核对一下，记号扣之间的针数应是相同的。这一行在正面钩织，开始在记号扣左侧这个针目上钩一针引拔针过渡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继续挑长针加针缝隙处对应钩长针加针，一直钩完另一侧记号扣前的缝隙处。完成后，在记号扣前面这个针目上钩一针长针。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2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对应下方的长针，翻面，在左侧缝隙里钩一针长针。继续调缝隙对应钩长针加针。最后在起立针右侧缝隙里钩一针长针。最后一针长针钩在起立针上。第2行就钩好了。后面就按照第1到2行的钩法往返钩织，一直钩完倒数第5行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最后几行的钩法。小样这里省略了部分位置，大家实际要将其钩完。这里我以大码为例演示，小码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对照图解钩织。先钩倒数第4行，开始需要渡线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团或织物从线圈里穿过，拉紧，然后找到倒数第4行的接线位置，注意翻面，
反面时，针目在左上方，将线勾出，注意贴合织物，这样接线就完成了。第一针锁针起立，从下一针开始，挑针目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想让这里针数随机，然后空一针，挑长针间隔处钩一针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针中长针。中长针加针完成，继续挑缝隙钩一针中长针加针。往下对照图纸钩织。结尾注意变换针法。短针注意挑针目钩织。完成后钩一针引拔针，椭圆形引拔针不拉紧，这样倒数第4行就完成了。继续钩倒数第3行，开始先渡线。翻面，在对应位置接线。然后对照图纸钩织。结尾同样钩引拔针，倒数第3行完成，然后钩倒数第2行，最后2行需要分2段钩织，先钩织一侧，开始渡线。然后对照图纸钩织。想让这里针法数量随机，结尾处的缝隙处钩一针长针，在当前缝隙和下一个缝隙里钩一针长针减针，先对应钩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，将线勾出，再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。第一针完成，继续钩第2针，这里可以稍微拉长线圈，最后绕线依次穿过，长针减针完成，最后钩最后一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左侧缝隙处钩一针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
完成后断线。一侧肩部就勾好了，然后勾另一侧肩部，对照图纸找到对应的缝隙处接线，想让这里位置随机，注意在反面钩织。先列3针锁针起立，左侧缝隙处钩1针长针加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最后勾线勾最后一行，结尾在缝隙处和最后一针针目上钩1针长针减针。断线。这样，最后2行的钩织就讲解完了，后胸片也完成了。接着学习左右旋片，在身体剩余部分分2部分往返钩织，对照图纸标记出中间需要空出的4针长针加针。在正面，先在接袄扣左侧针目上接线往返钩织右胸片，开始不加不减钩织，后面在领窝位置减针，形成领窝。注意减针部分起立针上不钩织，大家注意对照图解入针。左侧变换针法形成斜肩，最后断线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注意第1行结尾长针钩在身体这个起立针上，然后在右侧接袄扣左侧针目上接线，在左胸片对应区域往返钩织，想让这里省略了部分位置，大家注意对照图解钩织。同样在领口减针，外侧形成斜肩，与后胸片右肩对应钩法类似，最后断线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衣身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袖子共2个，都分成了袖身、袖边和缝合。袖身由多个花片 A 拼接而成，同样第1个花片 A 是一个袖身唯一完整的花片，其余花片按照标记顺序从左向右，从下往上拼接。第1圈的拼接方法与下摆花片相同，大家按照之前学习的方法，将第1圈的花片拼接完成。这里花片具体拼接的方法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
形成的花纹美观即可。剩余花片的拼接，请看演示。这里我也想要演示花片数量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下面拼接第2圈的第1个花片，也就是第7个，开始正常钩织。到了拼接位置，与第1个花片上方左侧上方这个角位置进行拼接。这里已经拼接了一次，穿入连接位置的这针短针边缘，挑2根线钩短针拼接。后面3个花片角位置拼接就按照这种方法拼接，继续在边上拼接。到了角位置，同样挑连接的短针进行拼接。继续钩完这一圈。这样第7个花片就钩织并拼接好了。后面第8个花片需要与第7个花片右侧及下方花片上方拼接，方法与之前相同。注意左下角4个角拼接时，穿入上一次拼接的入针位置，钩短针拼接即可。第2圈最后一个花片需要在这3条边进行拼接，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剩余圈数就按照第2圈的方法进行拼接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绣身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绣边，在绣身上绕圈逆时针钩织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在花片 A 拼接处左侧锁针斗眼里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底，同一位置钩针短针，然后在左侧5针短针的中间3针上对应钩3针短针，左侧锁针斗眼钩针短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锁针斗眼钩针短针，左侧中间3针对应钩3针短针，下一个锁针斗眼钩1针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在其余花片上钩短针。最后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。第1圈完成，后面圈数一一对应钩短针即可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断线，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
这样袖边的钩织就将接完了。最后将袖子与袖洞位置缝合，缝合之前先将衣身的肩部缝合起来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缝合方法。先取缝合部分长度2倍左右的线穿入缝针，将左右胸片与后胸片反面朝外，肩部对应。这里文员想要演示，可以用系腰扣找几个点固定。先在边缘固定线，然后挑针目前后定缝。具体缝合方法，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，正面纹理美观即可。肚线注意放在反面，缝合时可以带一下。结尾多缝2针固定，最后打结藏线。其余没有收网的线头顺着纹理收好，这样一次肩部就缝好了，另一侧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即可。正面形成这样的纹理。接着缝合袖身与袖洞位置，同样在反面进行。这里可以将袖子反面翻到外侧。取缝合部分3倍左右的线头，将袖身第一圈花片 A 侧边与袖洞位置均匀对接。注意花片偏接处分别与腋下位置和肩部缝合位置对应。中间也找几个点固定。边上2个锁针花样位置之间距离自然，然后挑花片侧边针目，与胸片侧边一针卷针缝合。锁针花样位置缝合完成后，中间空出的部分在胸片侧边缝几针过渡。
按照这样的方法缝完这一圈。完成后打结藏线即可。这样袖子就缝好了。翻过来看一下。另一侧袖子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即可。到这里，袖子就裁接完了。接着学习门襟，分为左门襟和右门襟，都是在对应胸片不加不减部分侧边往返钩织，并与身体这一部分连接起来。右门襟还需要留出扣眼，完成后在左门襟上缝合扣子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右门襟第一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找到身体最后一圈空出的拔针位置，注意织物正面朝外。在右胸片右侧这针前半针上接线，也就是靠近自己的这根线。挑侧边每行对应钩2针短针。最后起立针上方也钩1针短针。第一行完成，第二行返回一一对应钩短针，开始立一针锁针起立。最后一针短针钩完后，在下方右侧这针针目的前半针上引拔，稍微拉紧。第二行完成，反面留出这样2根小横线，继续钩第3行，先钩1针锁针，在下一个前半针上引拔，翻面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。第3行完成，接着钩第4行，起立，翻面，先钩3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下方空3针，继续钩短针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扣眼。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小样这里扣眼位置随机。最后挑下一个前半针，引拔。第4行完成，后面第5行按照第3行的钩法钩织，遇到锁针动眼，对应钩3针短针即可。剩余的行数继续往返钩织，注意在下方与对应的前半针连接。方法与第2到3行连接方法相同。最后一行完成后断线，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
这样右门襟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左门襟的钩织，这里我有小样演示。在正面左胸片不加不减侧边最后一行针目上接线，立起立针，同一位置钩针短针，然后在侧边每行对应钩2针短针。完成后，在下方左侧反面剩余的这个后半针上硬拔，然后钩一针锁针，在左侧剩余半针上硬拔，翻面挑针目对应钩短针。第2行完成，后面的行数继续往返钩织，在下方的连接，钩法与前2行对应位置相同，均是挑剩余的这样半针进行连接。完成后，左门襟在下方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最后断线藏线即可。这样门襟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缝合扣子，将门襟重叠对齐，在扣眼对应的下方门襟上缝合扣子，固定牢固后打结藏线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门襟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领子分为花片臂、钩边和缝合这3部分。花片臂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只有第1个花片臂是完整的花片，其余花片都要在最后一圈与前一个花片边钩边连，完成后钩边。用到的新针法是长针、长针2针的造型针和锁针3针的格拉拉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锁针系5针，硬拔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1圈，先钩4针锁针，然后在洞眼里钩1针长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长针完成，继续钩3针锁针，线圈里钩1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1针长针，3针锁针。我们将短针及其之后的针法当做一组，继续钩5组。完成后钩1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接着钩1针长针2针的造型针，先钩2针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。
第一针完成，继续钩第二针。最后绕线一次穿过。长长针2针的造型针就钩好了，第一圈也完成了。我们将纹理近似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接着钩第二圈，先钩5针锁针，左侧长长针上钩一针短针，重复已钩织的针法。最后一针短针钩完后，2针锁针，在结尾造型针针目上钩一针长针连接。第二圈完成，继续钩第三圈，先钩一针锁针，在上一圈长针入针位置钩3针长针，之间一针锁针过渡。我们将这3针长针和之间的锁针当做一个长针花样，继续钩一针锁针，左侧锁针动眼钩一针短针，一针锁针，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针花样。这一圈就是在锁针动眼里钩短针，短针针目上钩长针花样，之间一针锁针过渡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钩。最后一个长针花样钩完后，一针锁针，在上一圈长针上引拔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4圈，在左侧锁针动眼和长针针目上对应钩2针引拔针过渡，然后钩5针锁针，长针花样左侧长针上钩针短针，5针锁针。下一个长针花样两侧长针上对应钩短针，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这一圈就是在长针花样两侧长针上对应钩短针，短针之间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按照这样的方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针短针完成后，2针锁针，在开始第2针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长针连接，
第4圈完成。接着勾第5圈，在左侧2个锁针斗眼，分别对应钩1针短针，短针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，在下一个斗眼里钩2针短针，之间5针锁针过渡。我们将这一位置当做这一圈的一个角，然后在左侧3个锁针斗眼，分别钩1针短针，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我们将这一部分当做这一圈的一条边，后面继续交替钩织这样的角和边。最后一个角完成后，2针锁针，在上一圈结尾长针上钩长针连接，补全这一条边。第5圈完成。最后钩第6圈，先在左侧3个锁针斗眼，分别钩1针短针，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完成后，在下一个锁针斗眼钩1个角，继续钩边，就是在左侧4个锁针斗眼，分别钩1针短针，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后面就按照角和边的钩法钩完这一圈。最后一个角完成后，6针锁针，在上一圈结尾长针上引拔，断线。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好，第一个花片臂就钩好了，其余花片臂在最后一圈与前一个花片右侧部分拼接。这里我演示一下拼接方法，前几圈钩法相同，小样已经提前钩好了，接着钩最后一圈，开始正常钩织。到了角位置，将角5针锁针的中间一针换成短针，与对应的角位置进行拼接。将花片反面相对，穿入对应角的洞眼，
连接。继续完成当前这个角。这样就完成了角位置的拼接，后面角位置都按照这种方法拼接。接着勾边，将边位置5针锁针的中间1针锁针均换成短针，与对应的锁针动眼拼接。完成后看一下，这里一共拼接了5次。后面边的位置均按照这种方法拼接，继续拼接下一个角。后面继续勾完这一圈。这样2个花片就拼接好了。后面的花片壁就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在前一个花片已经拼接的边对应的右侧边进行拼接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，这样花片壁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进行勾边，沿着拼接好的花片壁，先在上方往返钩织，然后在下方钩织。这里我也想要演示花片数量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先勾第一行，将花片正面朝上，找到最左侧花片左上角这个角位置，翻面，在这个角的洞眼里接线。下面在花片边的锁针洞眼对应钩短针，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下面到了拼接位置，挑拼接的短针，钩1针短针，往下继续按照第一个花片边位置的钩法钩织。注意，最后一个花片边位置最后一个锁针洞眼里的短针钩完后，钩2针锁针，在左侧角的锁针洞眼里钩1针长针。第一行完成，继续钩第2行，挑上一行锁针洞眼，对应钩短针，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
在最后一个锁针逗眼里钩一针短针。第2行完成。然后钩第3行，钩5针锁针，翻面，按照第2行的钩法钩织。最后一个锁针逗眼里的短针完成后，2针锁针，在下方第1行长针上钩长针，穿入针目钩织。第3行完成，继续钩第4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1针锁针过渡，翻面，在左侧2针锁针逗眼里钩1针长针，下面在锁针逗眼里分别钩2针长针，每针长针左右均是1针锁针过渡。最后一针锁针完成后，在第2针锁针上钩1针长针。第4行完成，后面第5行直接对照图纸钩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第5行完成后，下面钩第6行，先钩2针锁针，在左侧长针入针位置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下方长针针目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下方长针入针位置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下方长针的入针位置钩1针短针。下面在锁针逗眼里对应钩短针，左右均是5针锁针过渡。到了拼接位置，在拼接处钩1针短针，继续按照规律钩织。最后5针锁针完成后，在第1个划片角位置逗眼里钩1针短针，也就是开始的接线位置，2针锁针，左侧短针上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左侧长针的入针位置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针目位置钩1针短针，2针锁针，最后在起立针上钩1针短针。第6行完成，最后钩第7行，开始渡线到倒数第4针短针针目位置。如果不想这里有渡线，大家也可以预留点线头断线，然后在这一位置重新接线钩织，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这一行在正面钩织，1针锁针，在左侧短针针目上钩1针长针，一个锁针3针的高压拉针，先钩3针锁针，
在下方长针针目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狗牙拉针。继续钩针锁针，下方同一位置钩一针长针，一个狗牙拉针，一针锁针，将这3针再重复一次。同一位置再钩一针长针，一针锁针。我们将以钩针针法当做一个花样1，左侧锁针窦眼里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左侧锁针窦眼里钩一针短针，将其当做花样2。接着在左侧短针上钩一个花样1，完成后钩一个花样2。下面就是间隔一个短针，在短针上钩花样1，中间2个锁针窦眼对应钩花样2，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钩。最后一个5针锁针窦眼，左侧短针上对应的花样1钩完后，在左侧短针上钩一针短针，断线。线头均在反面藏好。第7行就完成了，钩边也讲解完了。最后将领子缝合到胸片的领口位置，同袖子缝合一样曲线，领子正面朝上，与胸片的反面对应。第5行位置与领口位置居中对应，两侧大致到达胸片边缘。门襟位置，找几个点均匀固定，然后挑边缘卷针缝合，大家将其缝合完成。到这里领子就讲解完了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速速解答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